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W。今天呢，我来做我妈的生日礼物，就是用炭笔素描画一张她的画像给她哦。这是我第二次用炭笔画人像，第一次是画我爸，因为那是父亲节，然后拿来实验一下。然后我先说一下，因为呢，我学炭笔素描只有学大概8个月左右而已。如果我画的非常的烂，这样是很正常。那我会尽力的画到最好啦，不要说画到什么要很高超的技巧了。不过我把我妈的轮廓画的像就已经很接近谢帝了。现在先来努力的构图。我构图是我最害怕的事情，因为我在画室那边画一张大概3小时，然后呢，我大概有1个半小时都在构图。我真的超不会构图的，我忘记连纸胶带了，我先粘一下因为我没有画板，所以呢，我直接就在这个餐桌上面开始画。原本想要买珍珠板的，因为我看画室那边除了画板之外，还有一些珍珠板，我是拿来当画板的。OK， 我粘好了，我很容易被我妈的发型给误导我妈其实好像脸没有这么圆，但是她发型没关系，所以看起来脸好圆。我真的觉得这些画完之后，更了解他们脸上的构造比如说我画完我爸才发现我爸的脸是方的。我之前在画室画画的时候，那些老师说我的辅助线一直画得太黑了，然后叫我轻一点。这个要求超难控制的我每次怎么画都超级黑，因为我这完全没东西，没有那个中间值。因为我妈其实眼睛没有看起来很小可能是因为我爸眼睛太大颗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妈眼睛很小。我感觉我把我妈画得比较年轻目前看起来。我妈嘴巴好像没有这么的厚啦，我就觉得我小时候我爸有点过分因为他在强调我妈是龅牙这件事。当然他的确是有点就是牙齿比较前面，可是我也是我妈也没有觉得说他一直讲我龅牙这样子不好听，她一直说对啊，你们不可以嘴巴张开来睡觉。我妈这脾气超好，那时候现在的话也很好啦。我妈有看这支影片，我妈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花钱在那个外表身上。除了婚礼之外，她完全没有去做过头发，染就是去那个100块钱的地方染黑而已。我真的想要让我妈也去体验一下大改造后的感觉。但我妈都太神奇，如果以后赚钱的话，我也会想要去给她换个发型啊。我妈真的是除了婚礼之外，真的没有化过妆就是连那种保养品化妆品完全没有，所以她现在皮肤感觉有点老。我妈很少特别挑衣服然后去买，她都看到打折她才去买，这都没有打折她绝对不会碰的。所以她常常买到一些奇怪的颜色的东西，因为我爸妈都是很贪小便宜的个性嘛。然后有一次他们2个就买到同一件外套，颜色是很可怕的荧光绿，是超级无敌丑，这也不算荧光绿吗？就很有点土的荧光绿，总之就是非常的丑就对了。重点是我妈和我爸不是同一时间去买的他们是分开去买的。然后有一天我妈就发现，为什么你也有这件外套？我爸说，为什么你也有这件外套？他们2个就是因为打折，所以一起都买那件外套啊。结果最后我妈也很少再穿那件外套了，因为真的太丑了。然后我现在画这件衣服是我妈少数几次特别去 Uniqlo 挑的好像是去我表哥的婚礼的时候，她特地去挑的。我原本生日礼物想要买给她的衣服那些的我想说以后赚钱买给她，她可能会比较开心。然后我现在开始上色，我画炭笔素描最喜欢的部分要来了，开始涂，虽然说我可能会涂到桌子上，但桌子上旁边是垫板，所以好像也没关系。我之前在我画我爸的时候实验过了，画在桌子上是没关系的，给它掉。亏，我现在这样子还可能看不太出来我妈到底长什么样，但是也有大概的形状接下来修细节，画炭笔素描最大的乐趣就是刷这个碳色这个部分。我现在画很小张，所以呢没有那种很爽的感觉。但我画那个2倍大的时候，我就刷起来真心舒畅，你的烦恼通通都消掉了。我还记得我在画室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在刷这个碳色嘛，然后刷的不够进去，有一个老师来跟我说，你可以再刷进去一点，就是再更用力一点，大胆一点刷。我说这样子我刷子会坏掉就是这个里面有一片塑胶还穿过这个海绵。然后说没关系，刷子就是消耗品。然后我真的给它刷下去。在画下一张的时候，我也很用力这样刷。另外一个老师也跟我讲说，你的颜色刷得很漂亮。我说对啊，我把刷子刷过。他说怎么这么夸张？我说之前有个老师跟我讲说，刷子是消耗品，所以尽量刷。他说没有这么严重啦。OK， 现在刷药没看到什么东西，没有在涂。先来画眼睛吗？我这个刷子目前已经大概刷过4个了吧，就是第5支跟第6支我才画8个月而已，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。如果你是那个美术专业的话，可以跟我解答一下吗？如果刷子8个月内消耗了6支，是不是正常的？
我之前画画的时候都坐着，我想说站起来画也很有压力，因为旁边同学都超厉害，你站起来画，你可能看到旁边的人就不敢看，因为我真的画法超烂，他们这些实力又超级强啊，每次画都绝不敢看旁边的人，这差距超大，大到我真的觉得我还要继续考这个数学考试嘛。拼那个数学考试的时候，我只有练习画4天而已，因为我也不是美术班，我是那个普通科，然后想要来画画看，然后就去画了，没想到实力差距这么大，大到我真的有点羞愧，我说不敢看别人的画作，然后老师每次就是最后画完，大家把那个画交上去检讨啊，我都不敢把我的画拿上去，我每次都最后一个把画拿上去，然后放最角落，然后赶紧推到最后一个，然后老师说这画是谁的，我都这样举手，不敢很明显的跟大家说这是我，因为这画超烂，尤其是你把一字排开，所有人排在前面，就看到最角落那一张什么意思，然后老师说哦，你这是你画第几张？第5张，然后他说哇第5张这样画的已经很不错嘞，然后想了就说哇他画第5张就这样子哦，我觉得很棒哎，你们是安慰我还是真的在讲这句话？然后最后我那个数科成绩就是全部都底标，除了选择题是后标，其他都是底标。拜托姐，我那个考试我一个字都没有读哦，然后拿到后标，剩下都是底标。然后说我前面4天是在忙什么？我现在找到了一些报纸，我现在就要去外面来铺这个喷胶的地方，但是希望我不会被检举啦，因为我不确定我们这个楼梯考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。OK， 我现在喷好胶了，先来补一下我贴胶带空白的地方。这些胶带撕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，因为我在考试的时候我撕的很顺利，但是我隔壁那一位呢，他把他的纸撕破了，然后他最后好像应该是有顺利撕下来了。如果那时候他不然把整张纸撕破，他应该崩溃吧？努力画得这么辛苦，然后结果我要败在一个撕胶带这个点上。然后现在呢？我喷完胶，然后也补完那个角落的地方了。现在来给我妈妈看成果了，然后你觉得 OK 吗？非常美，非常漂亮。那一本把来比这个漂亮。那这张画就是我送给我妈妈的生日礼物啦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，请帮我喜欢并点我开小铃铛，然后追踪我的 IG 账号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